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20号，星期五。马云刚刚退休10天，他是9月10号退休的。中国另一个互联网巨头腾讯的马化腾也有新的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呢，中国现在他那个互联网双驾马车，马云、马化腾二马最近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腾讯科技旗下的那个腾讯征信公司传出了人事大变动的消息，马化腾不再担任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卸去了执行董事，由腾讯科技的副总裁林海峰接替做腾讯征信的法人。这家腾讯征信公司它的股权结构是深圳腾讯科技占了绝大部分，占了95%的股份，剩下5%呢是归一家叫做深圳凯旋科技公司。接手马化腾在腾讯征信公司职位的这个林海峰，他同时也是腾讯在金融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所以目前变动呢，只是在腾讯征信业务这一块还不涉及到腾讯科技整体的变动。那什么叫做征信业务呢？简单的说，就是采集和整理个人、企业的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你借过多少债还债的历史怎么样？有没有过违约？你目前的净资产、净负债是多少？有没有欠过政府的税？有没有赖过房租？身上是不是背的有这个法庭还没有执行的判决等等？就这些大事小情，主要是跟财务有关的信息。那么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以后，给你建立个人档案，给企业建立企业档案。那么如果有公司和个人，他是基于合法的目的要了解这些信息呢，就可以向征信公司付费查询，那这就叫征信服务了。在加拿大2家最大的征信公司，一个是 Equifax， 另外一个呢就是 TransUnion。 你要向银行申请新的信用卡，申请贷款，银行就要先查你的信用报告企业也是一样。这边很多房东在挑选租客的时候也要查信用报告，就找这2家公司当中的一家去购买。我查我自己的信用报告，一次是40多加元我记得。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在北美的华人朋友是非常熟悉的，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友还稍微陌生一点。那么马化腾他卸任了腾讯征信的法人，他没有交代理由。要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呢，我们就要理解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开展征信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目前中国至少有4.6亿人没有正式的信用记录可能主要指的是在银行那边没有信用记录。而这部分人呢，他们的信用资料主要是贷款资料还有交易资料呢，可以从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在线平台上获得。就算你在银行没有正式的信用记录，但是经常使用这些在线支付手段，有的时候呢也在这些在线平台上借贷，那么较长一段时间总能看出你的信用记录你有没有拖延支付货款，有没有还款不及时，就能看得出来，就能对你这个人给出信用评分。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那这个金融业务对于社会的全覆盖它是必须完成的，而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是基础。对于政府来说呢，建立社会信用系统又是全面掌握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重要手段，又是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这个事情呢在中共政府那边是相当重视的，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早在2015年，中国央行就批准了8家征信企业搞试点，是民营企业，就包括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和腾讯的这个腾讯征信。可是搞了2年多快3年，到2018年的1月份，等阿里和腾讯他们的基础工作已经有相当进展的时候呢央行又变卦了，来了一招猴子摘桃。这8家企业一家都不给你们发牌照，而是成立了一家官商企业，叫做百行征信，只给这一家发牌，它就变成了这个行业的垄断企业了。那当然阿里、腾讯心里就极其不爽，于是政府对这个百行征信就搞了一个和稀泥式的股权结构。它36%的股份是由一家官方机构叫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来持有的，剩下的64%呢就是平均分配。当年参与了征信工作试点的那8家民营企业是各占8%就是8864。
这种股权结构看起来是官股占大头，但是对政府来讲呢，也有一个隐患，就是官方的股份呢，它还是没有占到50%以上。要是剩下的8家小股东都不满不用都不满啊，就是有7家联合起来抵制，就7856，在董事会里面呢，也有超过一半的决定权了。那关于百行征信这个事情呢，咱们以前提过，对吧？今天是复习一下。现在故事有了新进展了那就是小股东们确实很不爽，所以这是今天的重点。金融时报有报道，阿里巴巴和腾讯呢就拒绝把数据接入这个百行征信。这个抵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拒绝把自己平台上客户资料，主要是客户借贷方面的资料提供给这家垄断的征信公司。金融时报的消息是说，8家小股东里面只有3家愿意配合。那也就是说，在董事会里面，小股东还不算联合造反成功，就是他们联手还没有超过表决权的一半。但是呢，仍然有5家坚持抵制，就包括了阿里巴巴和腾讯。其实这个社会信用系统要搭建起来，主要得靠在线金融平台上积累的数据。这个报道里面关于马云和马化腾抵制的理由，还有抵制的激烈程度，没有详细的说。我这里呢权且称之为二马造反吧。造反这个词听起来呢是夸张一点，但是在中国呢，不是说你打出反旗、喊出口号才叫造反，有一点不恭顺、不配合，都算是有反心、有反击。所以我这里说二马造反，或者是蔫坏造反。虽然夸张点，但也不算太离谱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交出客户借贷方面的数据，对于阿里巴巴旗下的那个蚂蚁金服，还有对腾讯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我们这里呢主要只能靠猜测。一种抵制的原因比较大的可能是收益分配的方式没有谈拢，就是把这些客户资料交给政府之后，基于这些客户资料今后产生的这个征信服务的收益怎么个分法呢？应该是没有达到二马的预期，所以就和几个小股东联合抵制这是比较直接的一方面的原因。报道里面说呢，如果是央行直接要这些客户资料，也许他们就给了，但毕竟呢，这个百行征信它是一家企业所以呢，阿里巴巴和腾讯都还是这个企业董事会里面的成员，他们就可以使些招数来抵制。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更深入一些我猜测就是交出这些客户资料以后，有可能会让政府对于阿里巴巴、腾讯他们的业务规模、盈利等等敏感信息有更加细致的掌握。那么今后阿里和腾讯在政府眼里面就更加像裸奔一样你什么都不穿，什么也藏不住了。以前呢，没准还藏着掖着一些信息，当你对政府完全透明以后各种宰肥羊的举动恐怕就会接踵而至了。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一看，哟，以前还小瞧你了让你出钱少了，你还有更大的潜力呢。好，今后混合所有制改革，你得多出点钱习总到海外去大撒币，也由你来买单。上次去俄罗斯呢，是马云来买单，下回就轮到你马化腾，而且出钱还不能少，大概就会造成这种效果。而马化腾他卸任腾讯征信的法人，可能是一种主动采取的缓冲、规避风险的措施，免得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抵制行动是由他本人直接拍板的，让他和政府的关系恶化，成为直接打击的对象。现在呢，就让他的下属到前面去顶雷。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被动退下来的，受到了一些压力。金融时报报道，二马造反就是阿里巴巴和腾讯抵制交出客户数据，和这个马化腾退出腾讯征信的法人，这2条消息前后出现，它肯定是有紧密联系的。那从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共政府的2个心态。第一呢，就是他非常急迫的把这个大数据视作一项战略资源，敦促这些互联网巨头交出客户资料。对于政府来讲呢，就能够利用前沿科技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以建立社会信用系统为名，把公民的财务信息也都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另外一个心态呢，就是比较明显了，党对这些不姓党的企业毕竟是信不过的，像大数据这种战略资源，与其装在你的兜里，还是不如装在我自己的兜里比较放心。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这种心态和最近
对待香港的房产商是如出一辙，不是在动员国企去香港准备接他们的盘了吗？就是你们这些商人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和党能够形成利益联盟，但是到了危急时刻仍然是信不过你们的，还是党自己的企业比较可靠。所以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呢，我们看到搞一个垄断企业去接阿里巴巴和腾讯他们的客户资料，而在香港这边呢，就是动员国企去接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囤积的土地，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作是宏观上的一个决策方向，就是有可能要启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政府直接接管，资本家出局。李嘉诚 IP、马云隐退和马化腾辞去，腾讯征信的法人，这些事情接连出现，说明在中国顶层的政商圈子那个生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如果我们再引申的远一点脑洞开的再大一点的话，把关键性的战略资源直接收归政府，那是什么呢？就是实行计划体制的前奏了说是开脑洞，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太离谱。中国大陆第一次全面转向计划体制，实际上是用了将近10年时间。从1949年到1953年这一阶段的重点呢，是巩固在农村的政权基础，所以就搞所谓土地革命，把这个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呢，再通过镇反运动，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让农民呢踏实这个地就是我的了，有获得感。等农村的政权基础稍微稳定之后呢，立马党就把主要精力投向城市。1953到1956年搞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把生产和流通的关键资源全都收归政府。城市做完以后，稍微盘桓一下，马上回马枪杀回农村。1958年搞人民公社运动，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再度收回到政府，实现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的政权组织，实现全控制，无死角的控制。其实从1953到56年做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这几年，农村也没有完全闲着，是通过什么互助组、合作社的形式，逐步的又实现土地生产资料集中到政府。1958年回马枪这一击其实是一步到位的最后一击，把之前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都收回来了。2个月的时间，90%几的农民就变成了公社社员了。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呢，它全面建立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从49年到58年，是通过疾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来完成的。然而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计划体制又有回归的苗头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讲到过几个信号国有企业摩拳擦掌要入港接盘，阿里巴巴和腾讯被要求交出客户资料，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谈到的。今天要谈几样新东西，就是有另外几样信号很值得注意。其中一个信号呢，是事实上已经很严重，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的信号，就是民营企业过去几年通过股权质押向银行贷款这个事儿。由于中国2015年股灾以后股市一直不振民营企业作为抵押品放在银行的那个股权就在贬值了当他们无法向银行充值，就是补充这个抵押物的时候呢，他们抵押的股权就会被银行收走。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国有银行不知不觉成了民营企业的股东了。这是不知不觉当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呢，它确实不一定是政府有意做的。银行它的主要要求还是收回贷款嘛，它突然变成了企业的股东，其实是一个有点意外的结果。就像以前那个段子里面说的，炒房炒成了房东，泡妞泡成了老公一样在这儿就是贷款贷成了股东，挺尴尬的一个处境，相当于是被套住了。所以银行它取得了民营企业质押的股权，它肯定也会想，干脆你这个企业自己赎买回去一部分，把钱给我就行了你要没钱赎买呢，我就把这些股权转卖一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民营企业的优质股权沉淀到了国有银行手里。那这种意外发生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的规模和后果还得多一点时间我们才能做出结论，才能比较细致的评价得了。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呢，相当关键，就是农村那个
供销合作社卷土重来，再度倚重他了。那个投案自首的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他从证监会退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去供销合作总社就职。这个供销社是干啥的呢？可能比较年轻的中国网友对它还不太有概念，它是计划体制的一个产物。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农村的国营批发商，加零售商店，再加上国营采购商吧。像化肥、农机、燃料等等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社呢是统一采购之后，它进货以后分销给农户。农产品呢，它也可以统一收购以后再销往别地啊，它发挥这种作用。现在呢，它还扮演产业咨询和指导的角色。比如组织某个地方的农民集中资源种植果树，他觉得这个产品比较好销，你们都种柑橘，都种苹果，收获以后我来收购，卖到别处去。另外一个地方的农民呢，就集中种植茶叶啊，就做这些方面的事情。供销社是计划时代的产物，从80年代末开始，因为有各种商业渠道连接农村和城市，以后呢，它就衰败了。官僚经济通常比较臃肿低效嘛，它就衰败了。可是在2018年，新华网登了一条消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条喜讯，敲锣打鼓的来宣扬，就说呀，从2012年党的18大之后5年的时间，恢复了农村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供销社的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提高到了2018年的95%。大家注意这个数字95%啊，这可是当成习主席上任以来的一大政绩来宣扬啊。这个供销社卷土重来了，甚至覆盖到了95%的乡镇。还有个数字说，2018年全国供销社的销售总额超过了美国那个沃尔玛连锁百货的2倍多。国营供销社卷土重来，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官僚经济再度做大，那就把农村的小型批发商、农产品的收购商就都挤死了嘛。这是农村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就是安邦保险那个吴晓辉，上海第一中院作出判决，没收财产105亿元，另外追缴752亿元，加起来800多亿。那这就是对倒台的红顶商人杀猪拔毛，彻底榨干，不留余地，一点钱都不给你留了。其实也是用吴晓辉呢为顶层富商设立一个榜样啊！你们要是不听党话，瞬间就可以让你们一无所有啊！什么马云、马化腾，你们就瞧瞧吴晓辉的例子吧。所以总结今天的话题，咱们是谈了马化腾辞去腾讯征信的法人，它背后体现出政府和互联网巨头对那个大数据控制权的争夺。咱们又从大数据控制权这个事情出发，说了政府全面接管社会那个计划体制啊，正在路上啊，这个计划经济的铡刀已经拉开了，就看它什么时候落下来。最后呢，提醒大家注意几个信号，一个是民营企业股权质押，造成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股东了啊，是不知不觉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迹象。第二个呢，就是农村供销社卷土重来。第三个迹象呢，就是个别富商被杀猪拔毛。计划体制的回归啊，它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遥远。马云、李嘉诚、马化腾、吴晓辉，他们最近都遇到了大小不同的麻烦啊，有的人危险一些，有些人危险系数少一些。周易里面说履霜坚冰制，就是当你看到地上出现了一层薄薄的霜的时候，你就知道数9寒冬的天气啊，这个凝水成冰的天气就在前面了。今天最后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六在咱们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金风堂先生会来谈中西博彩文化的差异啊，就是赌博文化的差异。有2部以赌博为题材的香港电影，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赌神，一个是赌圣。但是这2部电影呢，它并不告诉你怎么利用赌博训练自己的决策思维，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对吧？它那个电影渲染的是出老千的技巧、欺骗的技巧，还有孤注一掷的所谓霸气。然而在欧美，其实赌博它并没有和不道德联系起来啊。中国人一说赌，就想到了黄和毒啊，黄赌毒3害嘛。相反，在西方呢，社会心理学
概率统计，还有数学建模等等这些学科的成就，它其实都和赌博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每期乐透彩开奖前夕都是各路数学家、统计学家做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都像明星一般的人物。那为什么赌博在东西方文化里边，它有不同的角色，又发展出不同的结果呢？那么星期六，金风堂先生在会员网站上来聊，在 YouTube 上呢，我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